娱乐至死，金钱至上，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。今天是十分无语的吃瓜圈妹。最近很多人重新被阮经天的演技圈粉了。她主演的《周楚除三害》正在热映，春节档后唯一票房破亿的新片。这部电影豆瓣评分8.4分，高于春节档所有的电影，而且获得高达20.7%的排片占比，说明院线还是很期待这样的爆款作品。上映3天票房破亿。阮经天出道21年，曾凭借主演《猛侠》出圈。他是模特，也是演员，属于还是比较有天赋的演员。他演出的电影票房不是很高，演出的《血滴子爱刺客》《聂隐娘》《谎言》《西西里》《神探蒲松龄》《狄仁杰之四大天王怒潮》等，票房最高的是《狄仁杰之四大天王》，票房6亿多。想不到的是，阮经天41岁才彻底走红。过去演出的作品除了《猛侠》，其他的给人印象不是很深刻。这次凭借《周楚除三害》，让大家认识了真正有演技的阮经天。不愧是金马影帝，很多人都说台偶一哥又杀回来了。不仅颜值在线，而且演技吊打所有流量小鲜肉。很多人赞叹出身偶像剧的阮经天的演技怎么可以这么炸裂？但其实阮经天的演技在10多年前就炸过，曾凭借《猛侠》荣获第47届金马最佳男主角。猛侠时期演技还是比较稚嫩，这次在《周楚除三害》里演技见长不少。阮经天真的生猛，完全不是40多岁的气质，不要命似的杀戮和少年气的耿直，奇怪的融合在他身上，甚至不禁怀疑这还是大家记忆中的阮经天吗？周处除三害，阮经天演的真的很棒，最后的眼神害怕、迷茫、接受、坦然，让人都能感受到现在确实更像个演员了。这次41岁的阮经天成功转型，秒了多少小鲜肉，只能说演技果然是演员最好的医美。当然，阮经天也不是一开始演技就这么好的，他从小就是问题少年，因个性顽劣而退学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以模特身份进入演艺圈，当时正值台湾偶像剧大火，他因为身高颜值优势得到了一些机会，但那时候他根本没有演技可言，需要靠导演指令才能完成表演，在片场经常被骂。但不得不承认，阮经天是有些运气在身上的。当年和郑元畅、贺军翔被称为凯沃三剑客，还是最不起眼的那个。07年，阮经天出演了偶像剧《我在垦丁天气晴》，不仅认识了彭于晏和张钧甯，还顺利成为了钮承泽4大弟子之一。08年，陈乔恩合作《命中注定我爱你》，创下了台湾偶像剧的最高收视率后，他才一尝走红的滋味。09年，《拜权女王》里对姐姐勇敢追求的小奶狗卢卡斯大火，拿下了那一年的收视率第1名。之后被著名导演钮承泽邀其出演电影《猛甲》，一举拿下了当年的金马奖最佳男主角，荣封影帝，迎来了事业巅峰期。本来前程无量，结果他却在短短2年攀上巅峰后又迅速的糊掉了。这背后和他接连不断的桃色绯闻有很大关系。直到现在，他的私生活仍然是他抹不去的黑点，即便演技再好，也很难洗白了。如今他都没啥可塌房的了，因为早就是一片废墟。阮经天这个情场浪子，因为私生活混乱，一度被外界称为台湾种马。先是各种不可描述门，媒体曾爆料，阮经天为了到台北发展其演艺事业，抛弃了已经怀有身孕的女友，还命令女友堕胎，当时闹得很大，还上了电视。入院来到台北出道的阮经天否认了这些传闻，并表示根本不认识，连名字都不会读，也不知道这女生长啥样。为了力证清白，他还自曝了交往过的4任女朋友。首先是和大自己12岁的经纪人小任日久生情，开始了一段蜜恋。2005年和17岁的刘品言因喜生情，擦出爱火花。那时刘品言在台湾是当红小花，和曾之乔的 Sweetie 组合，那首几乎90后都会唱的《樱花草》，演过非常经典的《仙剑奇侠传》里的阿奴，《绿光森林》里的苏菲。因为未成年早恋，刘品言的妈妈大怒，加上双方公司施压，导致恋情仅仅维持了半年。恢复单身后的阮经天在酒吧又搭上富家女 Joanna。2007年又被拍到与徐伟宁外出，两人随即公开恋情。这一段可以说是目前阮经天所有恋情中最出名也是最真的一段。徐伟宁，台偶年代的典型漂亮女二，恶作剧之吻里的裴子瑜，下一站幸福里的何以倩，
当时不算特别红，但也是台剧女二里最美丽的风景之一。2008年，前女友突然出来爆料阮经天劈腿成性，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癖好。面对这番指控，阮经天则回应是假的。2010年，名声大噪的阮经天向令潘告知，被前经纪人陈孝志指控违约，要求阮经天公开道歉并赔偿300万台币。与此同时，坊间传出了阮经天在聚会中炫耀自己是刘品言的第一个男人。传闻被渲染后，有报道甚至说刘品言对此默认，还怀孕流产过。阮经天坚决否认，在采访中表示，绝对不能把女孩子讲成这样，没有就是没有。疑似始作俑者的经纪人还添油加醋。哎呀，年轻时每个男人都多多少少有一点花心了。这件事给刘品言的事业造成了致命打击。很多人纷纷谴责刘品言品行不端正，后来刘品言一落千丈，慢慢的被人遗忘，而这件事却对阮经天几乎没什么影响。同年有女友的阮经天又被爆出和妙龄女子去开房，事后他的澄清是同房不同床。几年间，关于阮经天偷吃的传闻一直不绝于耳，网友因此把他封为娱乐圈种马，但女友徐伟宁对此好像并没当回事。每次都是第一个站出来力挺阮经天的，一定要发生一些事，才能让他小天知道这一些人和事在生命中的比重。安全感通常是自己给自己，阮经天没有让我缺少安全感。阮经天也曾经一再表示，要深刻的思考和反省，要更在乎爱他的人的感受。从2009年开始，两人就频繁被曝好事将近。阮经天后面还开始改口称女方的爸妈为岳父岳母。11年，阮经天和韩国明星尹恩惠合作拍广告时传了绯闻，虽然花边新闻不断，但两人感情还是很好。13年被曝求婚，阮经天甚至在无名指上戴上婚戒。被问什么时候有好消息，他说想安定下来，但是太忙没空办婚礼。但承诺与决心永远都是说着容易。走过了8年的爱情长跑，两人最终还是分了手。徐伟宁发文说，专心于自己的工作，训练自己一个人的成长，现在很需要沉淀与冷静，就让事情平息，往前走。回头看看他过山车般的事业史，是成也恋爱，败也恋爱啊。2015年，因为绯闻口碑下滑，来到内地发展后，便没有再公开官宣过女友了。资源不少的他，在综艺《了不起的挑战》里贡献出好生气哦，可还是要保持微笑的金句圈了不少粉。在感情上也低调了很多，以前性格好会撩妹的他成了纯情小男生。在拍扶摇期间，阮经天称他撩人的招数被杨幂嫌弃的不行，也不知道为啥别人都是偷偷摸摸谈恋爱，阮经天想谈个恋爱却总是被拍到。由于浪子形象太深刻，以至于现在一提到他，想到的就是那些绯闻。现在阮经天想让网友对他印象扭转的唯一利器，就只有作品了。参照前辈邱泽，因为情史被人人唾骂渣男，一度从荧幕里消失，后来靠着谁先爱上他的中的颠覆性表演，重新得到一些认可。阮经天也努力，或许也能听到别人说一句，虽然他是个死渣男，但是他真的很会演啊，而不是说虽然阮经天这个名字听着不硬，但论及桃色传说，那可一点都不软。当然，他最离谱的一段恋情绯闻，还是和比自己小16岁的宋祖儿。当时传的有鼻子有眼，两人因合作《舌尖上的心跳》相识。说来这相差16岁、差辈分的恋爱瓜，至今已经被拍到3次了。最开始的交集是19年合拍了一部电视剧《舌尖上的心跳》，拍摄期间两人被拍到深夜聚餐，阮经天还抱着一只狗。12月份电视剧已经杀青，两人在巴厘岛一起吃早餐，似乎正在度假。后来网友在奶茶店疑似偶遇他们俩腻腻歪歪的。2020年年初，有媒体拍到阮经天疑似跑到宋祖儿家过夜。阮经天从宋祖儿小区出来时，一身的衣服、裤子、内衬、口罩都不一样了。爆出后，祖俄方出来否认了。消息一经爆出，双方团队就迅速否认了恋情。不过，有疑似宋祖儿闺蜜的人向台媒爆料称，两人其实是分手，而且这段感情对宋祖儿打击还不小。总之，阮经天算是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了。每次都是打击别人，他自己则毫发无损，对待感情的态度也是相当敷衍。结不结婚不重要，身体冲动永远是第一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2022年
阮经天很罕见的主动公布了新恋情，这次不找圈内人了，而是和圈外的素人谈恋爱，还给女友打上了夸张的马赛克，以至于当时很多人看了照片，以为他出柜了呢，简直是个天大的误会。既然已经有了正牌女友，还是希望阮经天能就此收收心，把更多精力放在作品上，否则岂不是白白浪费了大好的演技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，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